富贵返乡的小舅震惊地发现，多年前的废物不仅住上了价值上亿的豪宅，家中更是聚集了一众顶级明星来参加婚礼。当他准备把事情真相告诉顾氏丈母娘，却不仅被他们数落得哑口无言，还扬言要在我婚礼上掀我桌子。然而他们不知道，我这次婚礼云集了一众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大人物。婚礼前一天，叶枫的别墅里开始真正的热闹起来了。老公，你说我们明天真要办婚礼吗？我怎么觉得好不真实啊？有什么不真实的？是你太兴奋了，明天可要悠着点。干嘛？嫌我笑得不好看啊？我是怕你笑得太迷人，让其他人看到了。这样的甜言蜜语听得唐仲威喜笑颜开。能嫁给你，我真的很幸福，也很庆幸一直坚持着没有和你离婚。另一边，宋天瑞正和2个姐姐一块祭拜完父母。大姐，你看到什么，想的什么，我们没有兴趣知道。反正只要是和叶枫有关的话，你就别说了。宋天瑞见2人如此坚持，很是无奈。你呀，还是别多管闲事了。他们俩要是听的话，我早就劝好了，还用得着你来说？你知道叶枫和薇薇的事？我和菲菲早知道了，也和月如说过这些，可他就是不相信，还说我们是被叶枫给买通了。你说说，他这人咋就这么固执呢？哎，他一直都这脾气。不过我觉得这也没什么。明天叶枫不是要给薇薇重新办婚礼吗？到时候一大堆明星跑来祝贺，不就都清楚了？呵呵，说的也是。你说到时候月如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想法？能有什么想法？要么悔得肠子都青了，要么高兴得不能自拔。2人在这边聊得欢快，另一边的宋月如却正冲唐景松发火。你说这个老三到底咋想的？叶枫什么情况？我们还能不比他清楚吗？搞得好像我们不会做人一样。哎，老三刚回来，又没见过叶枫几次，想法跟我们不一样，很正常。你要是不怕丢人，就直接跟他说叶枫都做过什么，我反正是无所谓。这么多年，丢脸已经丢得差不多了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如果好意思说这些，我早就说了，还用在这里生闷气吗？那明天婚礼，你真打算掀桌子啊？当然了，他让我不痛快，我能让他痛快吗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婚礼其实是给葛清泉办的，和他叶枫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事情不像我们想的这样呢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呵呵，好像是不太可能。第2天凌晨4、5点钟，几个网络平台的大主播就出现在了别墅附近。这是谁家啊？我们平时可没做过这种直播婚礼现场的事，也不知道为啥非要叫我们来。就是啊，等会我们还是找个机会溜吧。等等，你看那里面是不是龙哥？不对，里面好多明星啊！我操，这么多明星，这真是融成一个商人的婚礼吗？我靠，这还溜什么溜啊？今天我就钉死在这里了！这些主播说着，就打开了摄像头和直播页面。兄弟们，我现在正准备参加一场婚礼，这场婚礼有多牛逼，我不用说，你们自己看。那名主播说着，把摄像头对着别墅里面照了下。看见了吗？有不认识的扣个1，觉得牛逼的扣个2。屏幕上立刻刷起了铺天盖地的2。这是谁的婚礼啊？竟然能请来这么多的大明星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说实话，我也是被朋友喊来的，还蒙着呢。不过只看到这些大明星，就知道这趟不虚此行了。你们也算赚到了，赶紧呼朋唤友的艾特起来啊！就这样，虽然是凌晨4、5点钟，但直播间人气没一会就一顿暴涨。主播，我给你刷了30个保时捷，你进去和那些明星聊聊天啊！几个主播立刻往别墅靠，但刚到门口就被拦住了。叶太太正在化妆换衣服，现在不方便，请各位在门口等待片刻。等一会我会去询问叶先生，得到他的同意后，你们才能进去。看着这些5大3粗的保安，主播们也不敢随便乱闯，只能回到了别墅边上。与此同时，宋天瑞等人也都来了。作为亲戚，他们理所当然的被放行。真羡慕他们可以进去啊！看到主播们满脸的崇拜，宋天瑞等人也不由得挺直了胸膛，骄傲地走进去。小舅，咦，薇薇今天看起来好漂亮啊，是不是应该重新恭喜你一次？小舅就别打趣我了。薇薇姐，你这衣服好漂亮啊，在哪买的？很贵吧？在一家婚纱定制店，不过没花钱，老板送的。赠送的？薇薇姐，你们还需要别人赠送吗？以你们的财力，完全可以买到全世界最好的婚纱，免费赠送的，会不会太廉价了？虽然这话没说出来，但一旁的婚纱店老板也感觉到了这个意思，立即道：虽然是送的，但这套婚纱价值最少要300-500万以上，因为它整体采用了最好的彩蚕丝，将近50名经验丰富的秀女用古老的罗编织手法，披星赶月才做好的。之所以送给叶太太，是我们想借着此婚礼打个广告，也算我们送给叶先生和叶太太的贺礼。宋丽文和谭菲菲都听得满脸羡慕，下意识看向叶枫。天哪，300-500万，要是我的婚纱能价值几十万，我都高兴的不行了。嫁给这样的男人才是女人的终极梦想吧？薇薇姐实在太幸福了。没多久，何元良和童美心竟然带着他们的父亲何青山走了进来。何青山竟然也来了，要知道他可不仅仅是收藏大师，还和官方关系密切，拥有多个不同国家的爵位，影响力非常大。这样的人物竟会来这里抛头露面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给面子了。想到这，黄田松就主动迎了上去。何老先生，好久不见，身体可还好啊？黄导演，你好啊。何老先生跟叶先生认识，深交已久，未曾谋面。何家早已按照叶枫的建议，把不该保留的收藏品捐献给了官方机构。不得不说，这笔买卖不亏，国家得到了失落在外的文物，我们何家也得到了切实的好处。正因如此，我也想来看看这个叫叶枫的年轻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眼光竟然如此独到。随后，黄田松就为他引荐了叶枫。
叶先生先忙，我这次来会多住几天，有很多时间交流。随后，葛清泉等人也过来了。叶先生，这次婚礼准备了9辆劳斯莱斯、9辆宾利，其他的法拉利、迈凯伦之类的跑车加起来一共99辆，全部贴了红色车模，绝对够喜庆。这怕不是有点高调了？这说的什么话？叶先生的婚礼高调一点也无妨。一直到10点，夫妻俩的妆容终于整理完毕，这才准备出门。此时，将近100辆火红色的婚礼车队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。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待遇啊？这些车的价值怕是在10个亿往上吧？是啊，我结婚的时候，哪怕只有10辆同等级的车来，都能高兴死，更别说100辆了。宋天瑞也是满脸震惊，不敢置信地拉了宋雨欣一下。叶枫的影响力这么大吗？不然呢？然而让所有人惊讶的是，叶枫却默默走向自己那辆奥迪 A8，亲自为唐仲威打开了副驾驶，笑着道：“夫人，请吧。”众人一阵哄笑，唐仲威闹了个大红脸，却还是顺从地上了车。这样的动作让这些主播很是不理解。相比其他的豪车，这辆110万的奥迪车就显得不起眼了。明明有更好的车子，他为什么要选这辆？这位叶先生果然非常人，行常人所不能之事。那是当然，如果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俗人，我也不会和他交朋友。随后，这辆普普通通的奥迪 A8 打头阵，车队也开始发动。与此同时，某条路上，我说姑奶奶，你能开快点吗？都说了今天不能迟到，你还能磨蹭到现在？回头人家问起来，我怎么说啊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又不是靠他们吃饭。再说了，不就是一场婚礼吗？我能去参加已经很给面子了。他们要是敢说我迟到，我扭头就走。